我是 Candice， 好久不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是防晒特辑。夏天怎么才能够不晒黑、不晒伤，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吧？防晒霜要什么时候涂？涂多少？物理防晒霜和化学防晒霜哪一个更好？还有很多人有的一些小疑问，比如我今天只涂了防晒，要不要卸妆？阴天在家要不要涂防晒？化了妆要怎么补防晒呢？今天的视频知识点很多，绿色无广，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就有答案了。你可以根据我标的时间线跳到你感兴趣的那个部分，文字版我也会更新在信息栏或者是评论区。视频的后半部分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年的防晒红黑榜，日韩的、欧美的都有，有平价的，也有稍微贵一点的，满足你的各类防晒需求，日常上班上学、海边度假、军训等等。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我拍一个特写，比我的脸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要黑2个度，很干有皱纹。因为我的手经常露在外面，我忘记擦防晒，这个对比真的太明显了，我自己都有点吓到。手不仅是黑的问题，肉眼可见的老化，所以也提醒了我自己不要忘记手的防晒工作。其实这几年大家对防晒是越来越重视了，像色斑、皱纹、皮肤松弛这些问题，其实都和没有做好防晒有关系。我们的皮肤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面，就很容易晒伤、发红、蜕皮，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甚至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一定要认认真真的防晒。阴天要涂防晒吗？答案是要涂。这一题我还问了 ChatGPT， 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回答的。对皮肤有害的紫外线主要有 UVA 和 UVB， 我们就简称 A 波和 B 波。A 波会带来各种皮肤老化问题，我们可以用 A 阵来记。而且 A 波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阴天也要擦防晒，而且大家记得要选广谱防晒。什么是广谱防晒呢？知识点来了，就是既能够防 A 波，又能够防 B 波辐射的。大家在防晒产品的包装上最常看到的2行字就是 SPF 值和 PA 值。SPF 值代表的是防晒霜对 B 波的防护能力， PA 指数我们亚洲国家生产的防晒霜使用的比较多，表示对 A 波的防护能力。那欧美系的防晒呢，通常就用广谱来表示。根据不同的场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你可以选择的防晒产品的指数。如果今天是阴天，或者我是在室内的，会选防晒指数相对低一点的 SPF 15到30 PA 1个加左右或者标注了广谱的，基本上就可以满足防晒需求了。日常外出，根据我在户外待的时间，我一般会选择 SPF 30以上 PA 3个加左右的。如果是在夏天或者中午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户外活动、海边度假啦、军训啦，那就要拿出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呢，也不是越高越好，通常高倍的防晒它比较容易闷痘。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来选防晒指数的方法，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天气 App， 看到这里的 UV 值，那根据你出门的时间段 UV 值来选择防晒产品。UV 值在3到7的，选 SPF 30加的；如果 UV 值超过了7，那建议用 SPF 50加的，提供更强的防护。物理防晒霜和化学防晒霜的原理不一样，所以它们的成分也不一样。化学防晒是通过吸收紫外线辐射，把它转化为较低的热量，降低对我们皮肤的损伤。化学防晒一般它的肤感都做得很好，涂开以后呢，也都是透明的，不会泛白，但是它需要在皮肤上面吸收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物理防晒的作战原理是阻挡。涂上之后，它在皮肤上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反射和散射紫外线，不让它们进入到我们的皮肤。比较常见的物理防晒剂，二氧化钛、氧化锌，它们都是矿物质成分，所以物理防晒呢也叫矿物防晒，成分相对比较安全，对敏感肌友好。在儿童防晒里面经常出现，涂上去白白的。以前我觉得物理防晒的肤感很差，但感觉这2年做物理防晒这个技术好像进步了很多，它的颗粒更加小了，完全不输化学防晒，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是雾化结合的防晒。那我在后半部分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年用到的一些喜欢的。物理防晒霜理论上是不需要提前涂的，因为它涂好之后立马就有效果。那如果你的防晒是化学防晒或者雾化结合，那建议是在出门前15分钟涂，让皮肤吸收一下防晒霜成膜之后的效果是最好的。我明明涂了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防晒，但我还是晒黑了，为什么呢？防晒霜一定要涂够量才能够达到包装上所写的防晒效果。如果是涂脸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大概是1枚硬币的大小。
为什么我涂有的防晒会搓泥呢？搓泥真的非常讨厌，整个心情都很差，脸上的那些小屑屑要怎么办呢？其实也不能全怪这个防晒，涂防晒搓泥呢，主要有这几个原因：一，在上防晒之前已经上了好几层的护肤品，像精华液、乳液、眼霜，不拉不拉。那在护肤品还没有完全吸收的时候去上这个防晒，就非常容易搓泥。某些化学成分打架了，它们不兼容。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把我的护肤流程已经精简到2到3个产品，最多就是精华、眼霜、面霜这样用下来，再上防晒呢，现在就很少再出现搓泥的问题了。二，大家在涂防晒的时候，手指的力度要轻一点，你一顿猛搓之后不搓泥才怪呢。那如果实在不行还是搓泥呢，可能真的需要换一支防晒，换一种质地。防晒怎么补？如果一直在户外暴晒，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1次防晒。另外，如果运动完暴汗或者是下水游泳了，防晒霜会被水带走，稀释掉它的防晒效果。最好是擦干马上补擦1次。但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这样操作真的很不方便。一般运动完都很热，谁想往脸上、身上再去擦黏黏糊糊的防晒呢？但今年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补防晒的产品，是一个防晒棒，大大提高了我补擦防晒的频率。如果你今天擦的是防水型防晒，是需要卸妆的，可以用卸妆水擦一遍，或者卸妆膏、卸妆油都可以，看你的喜好。如果是普通的不防水的防晒，只要用洗面奶正常洗脸就可以了。另外，有色防晒，因为它有一定的遮瑕修饰效果，我到晚上洗脸之前呢，也是会卸一遍的。那防晒的知识点都讲完了，接下去就是防晒霜颁奖环节。今年用到了很多很不错的防晒，那来跟大家做一个综合评比。我会从防晒值、质地、肤感、适合的肤质和其他的一些优缺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位参赛选手是 YouTube 上爆火的一支，那好奇心驱使我把它买回来看看到底好不好用。朝鲜美人大米益生菌防晒，我手头为数不多的韩系防晒。这支的包装首先很漂亮，白色的像一支护手霜一样，50毫升只要100人民币出头 ，CP 值真的超高。SPF 50+，PA 4个加的防晒值，我喜欢它的点，第一呢，它是这种酸奶质地，非常好推，可以看到它涂开就是这样薄薄的一层，完全不厚重。上脸之后会有一点点变白提亮的效果，但是它慢慢成膜之后呢就好了，不用担心假白，是这种非常漂亮自然的光泽感。第二呢，它没有什么很强烈的味道，如果你不喜欢防晒霜太香或者有刺鼻的味道的，可以看一下这一支，主打一个滋润提亮偏光泽感的妆效，我很喜欢，所以入手之后呢用得很勤。至于适合的肤质，我觉得中性到偏干肌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支，那油皮的朋友呢可以冬天来用。这个价位的防晒，我觉得从包装、性价比、使用感各个方面我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第二支要来分享的是黛珂的多重防晒，这一支已经被我用空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它是我连续3年的爱用，秋冬天的无脑选择。那我的这一支呢，它是不防水的版本 ，SPF 50+，PA 4个加。今年它又改版出了防水型，还有润色版 CC 霜，我还没有来得及用。用过新版的小伙伴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觉得新版的使用感受。这支真的非常水润，里面添加了滋养成分，干皮亲妈，我身边干皮的朋友都很喜欢，它也很适合作为妆前，不搓泥不假白，后续上妆呢也很舒服。刚涂完是有一点点油亮的，等它慢慢成膜之后呢，就是光泽肌。油皮的朋友最好还是不要碰了，这支呢可能对你来说太滋润了。另外这一支呢含有酒精，所以如果是皮肤偏敏感的要注意一下。伊丽丝尔的金管银管防晒，感觉我已经推荐了1864次了，用了至少7、8支，每一年都还会回购。35毫升250左右，它有 SPF 30和50两种选择。金管更加保湿一点，银管呢我喜欢夏天用，一更轻薄，二里面加了种美白成分，兼顾防晒黑和防晒斑，流动性还蛮强的，像酸牛奶的质地。我特别喜欢早上赶时间的时候用，涂一个精华直接上它就替代乳液了，可以非常迅速的推开涂均匀，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法。单独擦它呢不搓泥不闷痘也不拔干，而且呢它虽然是比较滋润的，但是没有什么油腻感，脸上没有负担。但是我发现如果在后面叠加散粉，它有的时候会搓泥，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小 bug。
银管是比较适合大多数肤质在春夏用，大干皮的话我比较推荐金管。再来还是一支日系防晒加纳宝的百元人气防晒 A 里是这么念吗？它针对油性肌肤和干性肌肤呢出了不同的版本。那我手上的这一支呢是玫瑰色的，60克140左右，也是 SPF 50+PA4+的高倍防晒值，挤出来是粉色的，会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它在手上感觉挺粉的，对，但是你把它涂均匀之后呢，它不会发粉，它只会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让给你光泽感。如果想要一支搞定防晒妆前素颜增加气色，这支我还蛮推荐的。接下来我目前用过的肤感最好的物理防晒是 Murad 这一支，它呢价格偏高，50毫升470，防 UVA、UVB 的同时呢，还能防3C 产品的蓝光。它是这种肤色的乳液，基本没有什么流动性，但是呢，它的延展性很好，上脸和皮肤也融合得很好，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粉底的颜色的。这一支也是干皮的菜，光泽感很强，你刚涂完的时候感觉整颗脸像一颗珍珠一样闪闪发光，就像韩国女生的那种水光肌。如果你嫌它太油亮，可以用一个蜜粉压掉一点光泽感。这支就是给干肌和敏感肌的，不含酒精，不含香精，因为它是纯物理防晒，所以对敏感肌也会相对的比较友好一点。另外一支物理防晒呢，是我今年新入的 Dermalogica， 它是一个美国专业做护肤品的品牌，我在皮肤科的诊所里面有看到，对他们家呢还蛮有好感的。这一支是新品，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有测评的视频。SPF 是40，然后它标注了广谱，添加了烟酰胺，主打修饰毛孔、柔焦感。这一支很小，只有30毫升，然后它的售价大概是400人民币。涂改液的质地是今年所有的这些防晒里面流动性最强的。作为一支防晒，我觉得它修饰鼻翼毛孔的能力真的很绝。官方呢也是推荐给毛孔粗大、皮肤偏油的朋友用的。我是干皮嘛，我用起来也没有觉得拔干，但我还没有在秋冬天用过。前面我分享的大多数防晒是适合中性到偏干肌的，那这一支呢是偏油皮适用的。它的包装做的这种按压的设计，可能是为了控制用量，但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它每一下出来的量都很少，以至于我涂一次脸要按很多泵。它30毫升给我感觉就是少少的，消耗的很快。它的还有一个算是缺点吧，我觉得它的味道不是很好闻。物理防晒好像没有添加什么香料去遮盖它本身原料的味道。总结一下，这一支呢推荐给油皮的朋友，隐形毛孔的效果是今天所有防晒里面最好的。资生堂的摇摇乐防晒，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白胖子。那我这个呢是美版的 SPF 42，广谱有40分钟的防晒效果。它是一个无油配方，用到了资生堂最新的一个防晒科技，据说是可以把紫外线转化成一种对皮肤有益的光线。用之前呢要摇一摇，它的流动性非常强，像轻薄的粉底液。延展性也非常好，特别好推，完全不考验你的手法就可以把它涂匀。它是有一点点提亮效果的，日常也可以作为防晒和素颜双2合一，非常适合懒人。成膜挺快的，我觉得它这一支比 Murad 的膜感要更强一点，完全成膜之后它扒在脸上是偏哑光感的。它的旧版呢更加干爽，适合偏油皮，但最新的配方我感觉它稍微变滋润了一点点，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油皮了。在北美能买到的防晒里面，这一支我还是很喜欢的。聊防晒怎么能不说安热纱呢？户外海岛军训必备，我觉得它还是防晒界的 YYDS。这支是一个雾化结合的防晒 ，SPF 50+PA4+，它的宣传说能够防水防汗，还能够防摩擦，让防晒霜的续航能力更久一点。很适合夏天出汗多的时候用。这支里面60%是护肤成分，有甘草酸、芍药根、绿茶提取物、玻尿酸。比起他们家最经典的那种摇摇乐涂改液的防晒，我还是更加喜欢这种乳液啫喱状的。这个呢更加的水感，它有安热纱防晒很特有的这个味道，里面应该是加了酒精的，但我自己不是很介意防晒霜里面加酒精，因为加了酒精反而可以让这个防晒霜的质地更加的轻薄，而且这支我很喜欢的点是它不粘。一定要说缺点，它有一点挑皮肤的状态和手法，我偶尔涂在脸上会有一点点涂不均匀，白白的一块，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就喜欢把它当做身体防晒。除了大油田，这一支我觉得大多数肤质都是可以用的。碧柔的防晒我很喜欢拿它来做身体防晒，第一它便宜，二呢非常的清爽，第三它也是高倍防晒 gel 的质地，它有一种透明感，
有没有看到它相比我之前的防晒，它都更加的透，更加的轻薄，完全不用担心它泛白。成膜吸收之后呢，这一支也没有什么油腻感，我好像擦的有点多了。透明的就不用担心蹭到衣服包包上。如果今天是要在太阳下面晒很久的，我就很喜欢用这一支来涂身体，因为用量会很大，然后要不停的补涂，这一支用起来就完全不心疼，而且它还防水。接下来是我买到之后非常喜欢的，很兴奋和你们来分享，是这一个防晒棒。它是 SPF 50加广谱，适用脸和身体，有80分钟的防水。用到了一个叫 White Force 的技术，它配方里的负离子和水里氦里的正离子结合，可以形成更牢固的隐形的防晒层，意思就是它更加的防水防汗。它是透明，有一点点淡黄色的膏体，淡淡的香味我还蛮喜欢的。涂在皮肤上完全是透明的。可以上妆前用，也可以在上妆后补防晒。它还可以涂耳朵、手背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这支真的是各种肤质都适用。如果你有不爱擦防晒的朋友，你就给它这一支。它是我用过最不粘，然后上妆速度最快、最方便，身体、脸、手哪里都可以用的防晒。接下去呢，要点名批评3支我不太喜欢的防晒。第一支呢要吐槽的，我现在手边实在是找不到了，是 Murad VC 日间防晒 SPF 30 PA 3个加。我用了前面推荐的那个 Murad 物理防晒，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家的护肤线早 C 晚 A 和我的肤质也很合拍，所以呢我就入了这一支。而且呢它里面加了 VC 抗氧化 SPF 30，也很适合我平时如果不出门的时候用。没想到我很失望，它的价格不便宜。不喜欢的点，第一呢，还有一股明显的香精味。第二，熏眼睛，眼周是我觉得要重点防晒的一个部分，所以任何辣眼睛的防晒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我知道兰蔻有非常好用的防晒，但是我手上的这支美版呢，我用下来真的不太喜欢。一样的问题，它有一股很难忽视的香味，涂到眼睛周围呢就很想流眼泪，而且这种感觉会持续很长时间。另外呢，它比较挑护肤品，发挥不太稳定，有的时候会一坨白色的。最后一位啊，资生堂的脸部防晒，它绝对是我用过的日系防晒里面的差生。之前我也吐槽过它，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防晒值是 SPF 50加广谱，80分钟的防水，它是这种乳霜的质地。我用了很多次，都觉得它很难涂均匀，需要很耐心的推。肤感呢，我也不太喜欢，比较黏腻。你看就很厚啊，你把它完全涂开之后呢，它还是会有一点泛白，你看就很假白。好用的防晒真的非常多，大家就不要把钱浪费在这个上面了。最后呢是防晒霜颁奖环节，也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最适合干皮的呢是黛珂和 Murad 这一支物理防晒。如果你是油皮、毛孔粗大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德玛家新出的这个主打修饰毛孔的物理防晒。适合日常通勤的防晒很难选出第一名，我觉得这3支都很好用。伊丽丝尔、加纳宝的艾丽和朝鲜美人，这3支都肤感很舒服，不泛白，很适合跟妆。最适合敏感肌的还是 Murad 的物理防晒，年度最爱的身体防晒 BO 的这一个水感防晒。高倍防晒值，清爽又防水防汗。最后是我今年挖到的宝藏，是最适合补防晒、上妆速度最快、最方便的资生堂的防晒棒，它有80分钟的防水，夏天出汗也不怕，你永远可以相信资生堂的防晒黑科技。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我也是总结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给视频点一个赞，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How you scared to make a plan?